班里来了个校草级的贫困生，我作为学校里有名有钱还好色的娇娇大小姐，我当即往他的课桌上砸了一捆红票子，说道：摸摸腹肌5万，陪睡10万，不够再加。就在少年攥紧掌心，隐忍不发的看向我时，我眼前突然出现了弹幕：不可以啊，妹宝，这可是男主啊！没错，妹宝家3年后就会破产，男主成为圈子新贵后，会将这些屈辱全报复在沦为 KTV 卖酒的妹宝身上。哈，卖酒？我吗？想到这儿，我急中生智，随意指向校草身后，我是说，我想睡的其实是他。就在我为自己的急中生智沾沾自喜时，抬头一看弹幕，先他了。哦嚯，我猜妹宝肯定不知道，他刚刚指的是男主双胞胎弟弟反派啊！糊涂啊，妹宝，反派那么残暴，在那种事上，我们妹宝怎么受得了？更别提还是主动送上门的。看清弹幕上的几排字后，我两眼一黑，也是说，我眼前这个染着黄毛、流里流气的少年就是日后的大反派，而最先被我招惹的贫困生校草，竟是这个世界的男主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突然炸开了锅，卧槽，不愧是大小姐啊！一开口就要2个男人，活动还有吗？大小姐看看我，我没好气的让他们闭嘴，转头就对上一双隐忍的双眼。季晨薄唇紧抿，江婉婉，我们虽然穷，但这种事我们兄弟俩绝不会干。呵，死装，也不知道以后是谁上赶着求女主再给他舔一口的。见状我耳朵一红，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就被他身后的少年突然打断。哥，这么大的好事，不比你风吹日晒的在天桥下修车来钱快多了，你不干我干。季晨和季川虽然是双胞胎，季晨的脸庞偏硬朗，季川的眼眸却更为上挑一些。他玩世不恭的桃花眼斜睨过来，笑得散漫。大小姐，你也看看我呗。坏了，本来只是想调戏下季晨，他弟弟却好像当真了。我虚张声势的昂起下巴，看什么看？醒醒吧，哪有这么天大的好事？季川怔愣了下，也是，自从他们爸妈去世，他们就再没感受过温暖了。数不清的白眼和寄人篱下的心酸才是常态。确实是他痴心妄想，是你们太瘦了，碍了本小姐的眼。这些钱你们拿着吃肉长身体。同班同学这么瘦，出去别人还以为本小姐破产了。季川不在意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不可置信的看向我，就连季晨冰冷的面具也有些裂开。我高高昂起脑袋，还不忘恶狠狠警告他们，要是半月不见效，他们兄弟俩就都等着给我当小跟班。季川吞了口水，怔愣的扭头，哥，你说真的会有人对我们这么好吗？季晨眸光闪了闪，喉结艰涩的滚动了下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才不管他在想什么，只要我不被他和反派记恨上就行。很快到了饭点，我想用着狄掌柜亲手打来的8餐一汤，津津有味看着弹幕。原来季晨的双亲很早就去世了，父亲在世的时候一心扑在赌场，也根本不管他们。季川高烧那年，12岁的他实在没办法敲开了姑姑家的大门，从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。我啧啧称奇，这可当真是好赌的吧？早死的妈，生病的弟弟和破碎的他。季晨眉眼冷翘，一身冰冷气质拒人千里之外，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高岭之花。一想到他是日后手眼通天的男主，我就挫败的长叹一口气。算鸟惹不起，我悲伤的夹起一块红烧肉。就在这时，闺蜜脖子伸长2里地八卦的招呼我，这不是我们的校草大人吗？快看，他们中午竟然就吃这些，奇怪，你不是已经给过他们钱了吗？我抬头下意识朝季晨和季川的饭盘里看去，清一色的白米饭，还有2包咸菜。季晨瘦削的侧脸立体紧绷，常年兼职搬货和修车的手臂却结实有力。他沉默的大口咽着坚硬的白米饭，看得我心头莫名有些酸涩。我深吸口气，明知道像我这种炮灰，尽量少接触男主和反派才好，结果这腿怎么就不听使唤呢？哎，婉婉你去哪？突然饿了，再去打2盘菜。闺蜜瞪大眼，发声一声报名。天杀的，你不是才刚吃过酱肘子、烤猪蹄、熏牛肉、糖醋里脊、回锅肉？我没理他，拎着打包的3荤2素重重的往季晨他们面前一放，你们就吃这些，是不是想让本小姐没面子？帮个忙。本小姐突然想起来要减肥，饭菜色泽诱人。季川的肚子没骨气的咕了一声，笑嘻嘻的伸手就要去接。大小姐真是大气。季晨却抿紧薄唇，突然站起身，吃不完就扔掉。季川走了，他背脊绷得僵直，用力维护着他为数不多的脆弱自尊。季川不甘的抿了抿唇，但也不敢违抗他哥。眼看2人就要离开，我急了。这时弹幕又刷起来，呵，装货，男主其实想把妹宝碰过的袋子都带回去收藏。唉，男人的自尊心罢了。我半信半疑抬头，果然看到季晨耳边的红晕，我松了口气。这种活怎么能本小姐亲自做？我拿起香喷喷的饭盒往季晨手里一塞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被我碰到的手背瞬间僵直在半空。那就劳烦你帮我扔掉喽。我拉着闺蜜悄悄躲在墙后，看兄弟2人大快朵颐，顿觉成就感满满。弹幕又清一色刷起来，训狗这一块，口是心非的男主和诡计多端的妹宝，哈哈哈。我深藏功与名，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走了。晚上司机王叔接我回家，车内凉气开得很足，我正想让王叔升高些温度，抬头却看见外面高温天顶着暑气修车的身影，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季晨。他动作麻利，中途季川几次想要帮他，都被他拒绝，只让季川去好好写题。季晨把车修好后，也从书包里掏出习题来做，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书包竟是个破旧的粉色女士运动包，不知道是从哪捡的，又或者是哪个亲戚用剩下的。我心里闷闷的，第2天不经意的往他桌兜里塞了2个崭新的背包，书包买多了扔了浪费。季晨，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，这次我学聪明了。不等他回答，我转身就走，不料却被他用力攥住手腕。少年掌心炙热，眸底黑沉的看向我，还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恼怒。江大小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兄弟俩不是你做慈善的工具。我对上他硬朗的俊脸，竟有些结巴。你怎么能这样想？我可不是白对你们好的。我转动了下眼珠子，急忙道：我是大小姐，比如值周的活怎么能亲自来做呢？你还有季川，以后就帮我扫地擦黑板吧。路过的季川一脸懵，我一眼瞪过去，你就说行不行吧？季川散漫的笑了，一双桃花眼让人心魂。行，成交。
大小姐，我收回视线，目光悄悄转到沉默的季晨身上。就在我沮丧以为等不到他的回答时，头顶突然响起他暗哑的声音：“知道了。”我耳朵烫烫的，心底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晚上放学，季晨和季川果然开始替我值日，只不过活大部分都是季晨在干。我满意的走了。晚上和发小们聚完餐，我突然想下车走走。就在我路过漆黑的小巷子时，看到一群混混在激战。我下意识加快脚步，却听到里面熟悉的声音。季川混不痞的靠在墙壁上，散漫的看向对面，一群孬种，到底能不能上？我头皮都绷紧了。他究竟哪来的自信啊？对面的混混可是有10几个，而他衣衫凌乱，领角上还混着血，摆明已经受了伤。季晨也不知所踪，场面剑拔弩张。我捡了根棍子放在身前，嘴比脑子快了一步，都别动！我刚才已经报警了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领头的混混上下扫我一眼，嗤笑出声：“就你乖乖女也有胆子报警，瞧不起谁呢？不信你就再等3分钟，看会不会有人来抓你。还有，我才不是乖乖女！”混混首领愣住，一时也摸不准我真的报警没有。身旁的兄弟脸上也渐有退意，3秒后他咬牙退。兄弟们见他们走后，我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。想不到大小姐这么娇，还会英雄救美呢。我听出季川语气中的戏谑，瞪了他一眼。那是我总不能看着同班同学见死不救吧？传出去本小姐的面子还要不要啊？可头顶却传出轻轻一声嗤笑：“是大小姐最是英明神武，可是你的小腿好像在发抖。”我立马站直了脸，都涨红了。谁说的？季川闷笑一声，桃花眼愈发深情。我不自在的偏开头，就看见巷子口站着的季晨，他手里还拿着给人修车时用的手套，不知站在那听了多久。夜色下，他幽深的眸底更显暗沉。走了季川，卑微小狗吃醋了。这段看得我心酸。没人觉得男主要碎了吗？都怪这弹幕，弄得我竟有些心虚。季晨手里拎着的手套，机油味刺鼻无比。我心一紧，又想起那天看到他在高温下汗流浃背的模样，莫名有些生气。你是不是又去维修店兼职了？本小姐给你的钱不够你们吃饭吗？话刚说出口，我就有些后悔了。季晨本就黑沉的目光更显深邃，薄唇紧抿，是他生气的征兆。高大的身影一步步将我逼退至墙角。身高1.65米的我，在他将近1.9米的个子下，确实显得不够看了。我心砰砰乱跳起来。他突然伸出手，就在我以为他要打我的时候，用力撑在了我身后的墙上。他嗓音暗哑：“大小姐，我在你心中算什么呢？招之即去的玩物，还是学习累了消遣的调味剂？你凭什么以为我会要你的钱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觉得他眼圈好像有些红。”我喉间一梗，手中突然被塞了个满当当的信封，里面正是我当初给出去的10万块钱。季晨退开，又恢复平日冰山的模样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错觉。季川，走了，等等哥！季川眸底划过狡黠，他突然伸手拽掉我头发上的发卡。大小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有发卡，这个脏了，不如正好留给我做个纪念。我愣住，弹幕也是满脸问号，什么鬼？我知道了，反派这个死病娇还是对妹宝下手了，秒懂楼上，他肯定是想拿回去深夜偷偷对妹宝。见状我脸火辣辣的，莫名羞耻。我瞪着季川，不行，快给我还回来！我伸手去夺，季川凭着身高优势高高一举手，我便什么也够不到了。死季川，你个讨厌鬼，下次我再也不救你了，还给他！季川往前走几步的季晨突然转身，紧抿着唇冷肃地看向季川。季川撇撇嘴，瞬间蔫巴了。小气鬼，这次收好了。季晨用干净一点的那只手亲自递给我，可发卡递到手中时，还是染上了点机油。他身体一滞，嗓音都绷紧了，抱歉。我回过神，急忙道：没关系，本来就有些旧了。他目光落在发卡上，若有若无地嗯了声，我没放在心上。第二天却在课桌上看到个一模一样的。我指尖颤抖地划过 logo， 虽然这是我带过最便宜的品牌，可也要2000多。我不知道整日在食堂啃馒头吃干米饭的季晨是怎样做到的。婉婉，都上课了，你还杵着干嘛？我深吸口气，说了句没事，然后紧紧将发卡攥在掌心，上面的碎钻烫得我心尖一颤。中午吃饭，我主动拿着饭盘找季晨拼桌，刷我的卡。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想请客。季晨抿唇端着盘子，同我外带来的酱肘子、烤鸭腿、糖醋里脊熏牛腿划开界限，就连季川眼巴巴伸手也被他眼神制止。大小姐，这是你的午饭，自己吃。我怒了，当即大发雷霆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有人送我2000多的发卡，就不能我请客吃顿饭？正偷偷夹菜的季川当即撇了撇嘴，婉婉你都不知道，我哥为了那发卡可是……季晨慌乱隐瞒的模样，让我愈发好奇这2000块钱他到底是从哪弄的。他低垂的眼睑颤了颤，吃饭了哦。饭到中途，我不经意的发现他夹菜很快，几乎囫囵嚼几下就咽下去了。我悄悄观察一会，猛然抓住他的手臂，声音不自觉带了点哽咽：季晨，你夹菜快，是不是想掩盖手抖？季晨睫毛颤了颤，不自然的缩回手，是你多想了，我不信，给我看看。我手一触碰上季晨身体，没想到他就不挣扎了，耳朵还红得要命。偶尔给修车老板搬货的时候，明明劲大无穷，此时他却连呼吸都屏住了，任由我拉过他的大掌，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红痕，触目惊心。我突然红了眼眶，心底酸胀的生疼。他昨晚到底搬了多少货，才凑够了2000多的发卡钱？他不自在的收回大掌，笨拙的划过我脸颊，哑声道：别哭。很快到了秋游，一大早大家叽叽喳喳的站起队伍，都很兴奋。我特意选了衣橱里最靓丽的裙子穿，期待又难得羞涩的频频往队尾望去。哟，在等你哪个小情郎啊？闺蜜揶揄的声音猝然响起，我羞恼瞪她一眼，继续往队尾看去。自从上次在食堂后，我和季晨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，就连闺蜜都察觉到不对了。等了半晌，季晨和季川终于来了，可是他们既没穿统一的小白鞋，也没背上学校发的出行背包。季晨背脊绷紧，艰涩的从喉间滚动。老师，这次秋游我和阿川就先不去了。话落班级瞬间炸开了锅。不是吧？至于这么抠搜吗？一人才200都掏不起。就是啊，又是他们2个拖后腿的，破坏班级集体荣誉。
誉。呜，给我看哭了，男主好可怜啊，心里好难受，当着心爱人的面被歧视，男主自尊心那么强，肯定比杀了他还难受吧。我呼吸一滞，下意识看向季晨，他薄唇紧抿，脊背努力挺得很直，在徒劳的维护仅剩不多的自尊。倒是季川流里流气的站着，脸上伪装着不在乎，却时不时笑着回骂几句。老实叹了口气，季晨，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你和季川已经拖了好几次后腿了，大家对你们有些怨言也是难免的。季晨喉头艰涩地滚动了下，我会的老师，下次我和季川努力不拖累大家。我攥紧掌心，深吸口气，现在离出发还有多长时间？闺蜜被我问的一愣，下意识回答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。婉婉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喃喃道，半个小时够用了。25分钟后，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狂奔回队伍，却傻笑着朝闺蜜咧开嘴。她心疼地抱住我，小傻子，赶紧顺气，你到底是做什么去了？话音未落，校园的广播声响起，紧急通知，有位慈善家自愿赠礼经费，以后全校所有出行活动都不收取师生费用。全校同学立刻欢呼起来，这下以后全校师生哪怕不缴费也都能出行游玩了。季川也如释重负，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容。到底是哪个傻又土豪大款？钱多到闭嘴！季晨不知在想什么，突然打断他。路过我身边时，他眸光闪了闪，嗓音暗哑，轻轻道：“谢谢。”我睫毛颤了颤，心也好似被烫了下。新学期过得很快，明明季晨才帮我补过几次课，做过几轮值周，就快到了寒假。我拎着做好的鸡汤，正想给季晨送去，路过季川的位置时，他突然伸出脚吊郎当的拦住我：“大小姐，我最讨厌喝鸡汤了。”我没好气的抬头，余光瞥见身后闪过的衣角，有病就去治，又不是给你喝的。哈哈哈！你老公谁家的心机小狗？赶快认领走！莫名其妙，把鸡汤放在季晨桌上，他人刚好从外面回来，他面色冷淡疏离。谢谢，以后这种东西不用给我送。我满脑子问号，暗暗道：这可是本小姐第一次下厨，手上都不知道被烧了几个燎泡。我咬咬唇，压下心底的酸涩。狗男人，爱喝不喝。明明昨天讲题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。我和季晨的关系开始变得别扭起来，我不再让他给我讲题，做值周也顾了男同桌，哪怕路上遇见我扬起下巴，冷哼一声转头就走。季晨几次欲言又止，可想起什么，到底没伸出手拦我，我更气了，彻底跟他进入冷战。季川倒是找我的次数更勤了，整日笑嘻嘻的，不是约我写作业，就是一起打游戏，我被他搞得不厌其烦。一日季川又来找我一起写作业时，季晨冷着脸恰好经过，我眼珠转了转，鬼使神差答应了，忍不住悄悄观察他的反应，哪料他身形一顿，面色如常的出去了。我暗恼，呆子，再不理你了。季川嘴唇勾了下，莫名心情大好。大小姐，写题了，要不要跟我比比，谁做得快？期末考一过就是寒假，新年那天热热闹闹的，各家各户张灯结彩，到了晚上大街上都没什么人影了。我鬼使神差想去季晨常在的维修店看看，远远的我就看见熟悉的身影又在搬货，心脏好似一瞬被击中，外面冰冻3尺，让我寸步不想离开暖气。可这样冷的天，季晨却一趟趟的搬着货，单薄的衣衫遮掩不住他结实的肌肉，他仿佛无欲无求的机器人，哪怕手指冻得通红，眉头也没皱一下，机械的来回搬运比他还高的货件，心底酸楚的厉害，先前什么气都消了。我瞬间跑下车，季晨，他猛然回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眉宇紧皱在一起。冷不冷？怎么突然来了？我用力摇了摇头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这个新年你是不是还没吃上饺子？他眼睑颤了颤，吃过了。说谎。我忍住眼眶的酸涩，他不说我也能够猜到，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容易，要不他也不会新年夜也出来赚钱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昂起下巴，新年得吃上1碗饺子才算过年。走，本小姐请客，不去白不去。他轻轻笑了声，好。趁他去给管事的请假，我掏出手机给王叔发了几条消息。很快，崭新的羊绒手套和羽绒服送到了我选的饺子馆里。你别误会哈，这些都是我整理就一时不想要的，正好便宜你。下一瞬，季晨看着未摘的吊牌陷入沉思。就在这时，弹幕又亮起来，哈哈哈，那很便宜了，暴走妹宝这个萌物，嗨嗨，都怪王叔粗心，不知道把哪个新衣服的吊牌放进去了。我正想悄悄拽掉吊牌时，手腕突然被季晨攥住，我不明所以的抬头，正对上他隐忍的目光。江大小姐，这场慈善游戏可以结束了，在你心里我究竟……话音未落，他自嘲的嗤笑了声，算了，我很忙，以后也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我捏紧了指尖，店面人来人往，不时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我从小到大很少有人给我这么难堪过。我努力眨眨眼，几回委屈装货，看得我好心酸。抱抱妹宝，唉。没人觉得男主也很可怜吗？他自尊心那么强，配的感却很低。没错，他宁愿相信女主把他当成打发的玩物，也不敢相信女主喜欢他。心底的某个角落猛然化开，不疼，相反甜的要命。原来是这样。我抬头，果然见到季晨眸底的死寂和痛苦。他3两下的把饭扒完，结了账，却始终不敢再看我一眼。饺子也吃过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大小姐，路上小心雪滑。我撇了撇嘴，慢吞吞咽下最后一个饺子，放下筷子，起身，没想到脚却突然滑了下，嘶，好痛！我揉着脚踝，盯着前面男人的背影，心中默数3、2。上来，他愣了下，似乎在懊恼自己的嘴快，只好蹲下。我极力忍住笑意。哦，大小姐训狗这一块，我看书名不应该叫救赎计划，应该叫训狗计划。贴近男人宽阔的后背，我心砰砰跳。季晨，以后我不给你钱，但我对你的那些好，你也别拒绝行吗？他紧抿着唇，像是没听到。我挫败的低着头，赌气的任由他把我放在和王叔约好的地方。粗粝的手指突然划过我脸颊，拂去上面的落叶。他嗓音低哑，似乎带着无奈的妥协。娇死了。日子在一天天变好，临近高考，季晨一直稳居年级第一，季川也勉强挤进
进前30，可我却越来越恐慌，因为弹幕的原因，我意外觉醒，知道很多未来的走向，可也因此触发了蝴蝶效应。沈毅，我早就出国的死对头，高3的最后一个学期，他突然转到了我们班级，一来就高调抢走我的年级第2，我气得不行。好在季晨来安慰我，没事，这段时间有我的补课，下次肯定能重新夺回第2。心底好像有什么撞了一下，我会的，只要对我这么好的季晨不被抢走就行。话落他耳朵红到脖子，蝴蝶效应不止这件事，我家的衰败也提前了。1日放学回家，我爸毫无征兆的开口，婉婉，从明天起不用再去上学了。我不可置信的愣住，他疲惫的捏捏眉宇，爸也是没办法了，你享受这么多年，也该为家里做些贡献了。我会送你去联姻，婚期定在3月后。轰隆一声，宛如晴天霹雳，弹幕也满脸问号。卧槽，我记得原来没有这段剧情呀，难道是我们的剧透触发了蝴蝶效应？想到季晨，我心中难受的厉害，我努力这么久才让他接受我，难道还是不能改变抛弃他的结局吗？可是我爸妈跪下求我，他们是生我养我的父母，对不起，季晨，我没办法了。咖啡厅内，沈毅高傲地扬起脖子，冷哼了声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沈毅，听闻你沈家可是科技圈的翘楚。他得意一笑，脖子昂得更高了，那是自然。他警惕地看着我，你想干嘛？我淡淡一笑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大的敌意，你喜欢季晨，对吗？他一下炸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得意太早，季晨还没给你正式告白，我还有机会。我眸底暗淡了瞬，脸上的笑意不变。我知道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推给他一张报名表，是本来约定好我和季晨一起去参加竞赛的组队资料。沈毅愣住了，想必你听说了我联姻的消息，我把机会让给你，只求你能够在他未来创业的时候帮衬一把。季晨那样的人绝非池中金鳞。弹幕告诉我，他以后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科技圈魔头，可他从一无所有奋斗到圈子顶层，中间又该吃了多少苦？离开前，这是我唯一再能为他做的了。放学时，季晨拉住我，他的耳畔染上红晕，嗓音低沉，婉婉，给你的报名表填好了没？他常年老成的冰山脸上终于有了点期待和派头。这次的竞赛含金量很高，拿到这次金牌，我们就能离清华的大门更进一步。班级里不少同学望过来，步伐带着艳羡，真好啊，攀上了大小姐不说，还要去省里参加竞赛了。季晨从前过得那么苦，也算苦尽甘来了，以后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季晨嘴角微弯，垂着头，深邃的眼眸里清晰显出我的倒影。我忍着心痛，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，他正愣住，难得懵懂地看着我。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下，我扬起手，脆生生地扇了他一巴掌，周围倒抽了口凉气。我深吸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本小姐慈善游戏里招之即去的狗。我攥紧指尖说出了下半句话，给你点甜头，你当真以为便能飞上枝头做凤凰了？这话说得极其难听，甚至恶毒。果然，季晨身形一僵，脸色苍白地看向我，他眼睫颤抖得厉害。半晌，他开口问我：你当真是这样想的？他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照进我眼底，我慌忙躲开，捏紧的指尖攥得发白。当然。再抬头时，他眸底有什么东西清晰地碎掉了，哑声道：好，你别后悔。当晚我悄无声息地退了学，看着清华的光荣榜，终是长叹一口气，那里本来也该有属于我的位置。爸妈终究还是心软了。我去联姻的前一晚，他们咬牙把我送到了国外。上飞机前，我余光中瞥见角落一闪而过的衣角。自那天后，我再收不到关于季晨的一点消息，就连每日叽叽喳喳的弹幕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要不是季晨的脸庞时刻出现在午夜梦中，我几乎要以为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在国外待了2年后，某一日晚上，我接到我妈哽咽的电话，我家彻底破产了。今天正好是弹幕所说的3年之期，上面的话还是应验了，催债的不断上门。爸妈连夜跑到了乡下老家，走前还哭着叮嘱我：婉婉，你也赶快逃吧，国外已经不安全了，说不定已经有债主找过去了。知道了，我叹口气挂了电话。我收拾行李回到国内，身上就只剩下10块，只够我再买几个包子。家门口的搬运工来来往往，债主会气得大骂，只能吩咐工人多搬点值钱家具出来。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响，吃着包子，酸涩的眼泪就落了下来。流落街头时，我忍不住想，不知道季晨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创业成功，有没有真的成为行业翘楚，有没有还饿着肚子。想起什么，我勾了勾唇角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现在已经和季川一起上了清华，总归他不至于比我还落魄。我在街头流浪的第3天，风一吹， KTV 招卖九小姐的传单落到我面前，我捡起苦涩一笑，难不成到头来我还是改变不了结局，沦落到去 KTV 做个卖酒女？愣神间，一辆加长版豪车突然在我面前停下，黑衣保镖恭敬开门，一条大长腿从我面前迈了下来。男人身形优越，衬衫与西裤一丝不苟，扣子严谨地扣到最后最上方，最上面是令我朝思暮想的那张脸。季晨上下打量我一眼，讥讽地嗤笑出声：几年未见，大小姐怎么落魄成这样？我见鬼似的瞪大眼，正在原地。这季晨怎么和我预想中变得一模一样？坏了，疑似我饿晕前的幻想。我眨了眨眼，眼前的季晨还在。几年不见，他身材更为高大结实，眉目也更为深邃。他黑眸定定锁在我身上，薄唇掀起讥讽弧度。怎么，大小姐贵人多忘事？他大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难不成忘了我这种小人物？我张了张嘴，委屈的眼泪却从眼角流出来，小声道：疼。季晨触电似的松开我，胸前起伏的厉害。上车，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动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我旁了声，抽抽噎噎的抹掉泪水，磨磨蹭蹭地上了车。心想季晨的自尊心那么强，之前我又那么羞辱过他，如今他想要报复回去，也是理所应当。季晨的别墅很大，装修风格正是我之前随意提起最喜欢的极简风，心猝不及防跳动了下。季晨突然冷脸从我身前经过，别多想，跟你喜欢的装修风格一样，纯属巧合。就在这时，消失很久的弹幕突然蹦出来，哈哈哈哈！一段时间没见，男主怎么还是这么死装？呼，兄弟们终于放出来了，被
禁言的滋味真是太难受了。我久违地弯起唇角，只不过弯到一半就僵硬住了。我蓦然想起，正常来说，季晨应该还在上大2，可现在他却西装革履，俨然创业成功的商务人士。我不在的这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想起什么，我抬头看向弹幕，试探地询问道：“请问你们知道我不在的这2年，季晨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吗？”弹幕空寂一瞬，继而是比先前更踊跃的刷屏。我去，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？妹宝竟然能看见我们，好神奇！妹宝能看到我吗？妹宝你不在的这2年都不知道男主他，糟糕，怎么禁言了？我发现凡是弹幕想要告诉我关于季晨的任何消息都会被禁言，看来是系统不想再要弹幕剧透了。想来之前弹幕被屏蔽也是这个原因。我叹了口气，只能自己开口问了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自己找个房间住。头顶冷不丁传来声响，我愣住，以为季晨把我带回来就是为了惩罚的，没想到还能有个房间住。算了，你别挑了，2楼尽头的那间是你的，别走错了。季晨冷硬地丢下这句话就要离开，我急忙拉住他衣角，盯着他冷硬的脸庞鬼使神差来了去。要是走错有什么后果？季晨的脸好似触碰到什么开关，瞬间红了，语气却还冷硬不行。要是你走错，我就把你丢给债主。我浑身颤了下，这个我是真怕了。季晨攥紧掌心，眸底流露抹类似后悔的情绪。我看过去时，又恢复不近人情的冰山脸，仿佛先前一切是我的错觉。装货，又在冷脸洗内裤。有本事你别收留妹宝，可怜妹宝还不知道，整个3楼都是摆满了她的画像，还是全身肉色的那种哦。我不经意瞥见了弹幕，脸瞬间红成柿子，心脏也好似小鹿在砰砰乱撞。晚上，季晨准备了一桌子丰盛宴席，放眼望去，有酱肘子、烤羊腿、糖醋里脊、回锅肉，还有烤猪蹄，全是我爱吃的。季晨冷咳了下，脸紧紧地绷着。别误会，今天有个厨师来应聘，顺便考察下他的技术。我无语了，然后又看向弹幕，弹幕清一色地是笑疯了。时隔3天，我终于填饱肚子，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心情好，一放松就不小心把真心话给问出来了。季晨，我离开这2年，你不应该在读清华吗？怎么摇身一变，还成了大老板？话落的瞬间，场面死寂的厉害，我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。季晨脸色肉眼变得阴沉，他嗤笑出声讥讽道：“大小姐，这不是拜你所赐吗？当年的竞赛你可以不去，可这也不代表我会容忍你把我推给别人。”我惊讶地张大嘴，心脏好像被密不透风的丝线缠住，疼得我喘不过气来。难道他当年就因为这事没去参加，连清华也没去，就直接走上了创业这条路？我突然不敢想，当年他连清华的毕业书都没有，身无分文创业，中间受了多少苦。对不起，我哽咽出声，我不知道当年我的离开对他的伤害竟然这么大。我突然有些说不下去，当年我对他的伤害，岂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可以弥补？他眸底慌乱，为我擦泪的动作僵在半空。想起什么，大掌又不甘地缩了回去。别哭，我带你回来也是有目的的。我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。你说只要能完成的，我绝不推辞。话落，季晨的脸色却好像更冷了。小川一直喜欢你，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。我脑袋嗡嗡的，所以季晨你要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要把我嫁给别人？他冷峻的侧脸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手指攥得更紧了，嗯了声，心脏像是泡在软软的海绵里。我红了眼眶，赌气道：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季晨紧抿着唇，握着的拳头紧了紧，又松开。好，我会尽快安排你们的婚事。他离开的背影有点落荒而逃的意味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觉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。男主的爱卑微又别扭，其实他一直觉得配不上妹宝吧？对，毕竟创业时期他被仇家打断的那条腿，现在还装着一只，那他岂不是更觉得配不上妹宝了？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敲了闷棍，我僵在原地死死盯着弹幕，眼眶的酸涩再也忍不住倾泻而下。同时有个计划在我心中慢慢成型，再过几天便是七夕。翌日吃早餐的时候，我疯狂暗示季晨，七夕就快要到了。季晨眼眸一亮，随即又黯然下去。大小姐需要做什么，不妨直说，这称呼听得我浑身别扭，都已经破产了，还叫什么大小姐？我眼珠一转，笑着同他支招，不如这样，你叫回原来的称呼。季晨捏着筷子的手指顿住，婉婉这2个字在他舌间滚了一圈，却还是没能说出来。他冷着脸，你马上就要和小川结婚了，从前的称呼不合适。我不在意的点点头，哦，那你就喊我弟妹好了。你，季晨呼吸一滞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别太得寸进尺。我忍着笑意，一本正经对他道：阿川喜欢浪漫，我准备提前布置好告白餐厅。我挑眉故意看他，这点小忙，季先生不会不同意吧？季晨眸光孤寂，仿佛周身力气都被抽走，又回到从前的冰山模样。他哑声道：好，我会安排好。看着他沉静处理工作的样子，我心都要碎了，可一想到大忌，只好忍下来。季晨很快命令属下布置好场地，奢华不已，非常漂亮。场地食材请来的钢琴师团队无不是奢华品牌，甚至就连用的鲜花都是从国外庄园空运过来的。他对我向来舍得用最好，可我见他几日，却见他永远只有2套西装换着穿。我捏紧指尖，眼圈红得厉害。他眸光慌乱，笨拙的来哄我，怎么啦？是不是不合心意？别哭，我这就吩咐他们重做。这个呆子，我赌气的抹掉眼泪，故意气他。不是的，我很喜欢，喜欢的恨不得现在就跟季川结婚。季晨眸光更黯然了，心底隐隐的极度沸腾，烧灼着他的一切。他喉头艰涩的滚动了下，匆匆丢下句你喜欢就好。见他要走，我眼疾手快的拉住他，别走。我突然发现那边的气球有些松了。半分钟后，季晨听我指挥，一遍遍拨弄着墙上的气球。几次过后，季晨恼了，他把气球塞我手里，自己挂。我目的得逞，悄悄弯了下唇角。可是你得抱着我呀！季晨额上青筋跳了跳。
跳，似乎认命般叹了口气。过来，我极力抑制住乱撞的心跳，在他怀里挂气球。不对，这边偏了，这里也不对，好疼！你弄到我手了。季晨隐忍地闷哼了声，他咬牙，伸出大掌，把我抵在墙上。江婉婉，我也是个正常男人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脸红得厉害，被他呼吸扫过的皮肤微微战栗，慢吞吞道：知道啊。季晨艰涩地滚动了下喉结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当初为了创业，我得罪了很多人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来伤害你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我郑重地摇摇头，我不怕。季晨，他哑声一瞬，好，那你知不知道，我是个残疾人，我第一条腿截过肢，现在装的只是一腿。这次我并没有及时回答，他眸光黯然下去，自嘲地勾勾唇，没事的，婉婉，我不怪你，从来也没有怪过你，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你是因为被逼联姻才离开的我。他闭了闭眼，自暴自弃地笑道，我先前装作讨厌你，不过是为了多与你相处几天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放你离开。我深吸口气，心痛到了极致，他自尊心这样高，却生生剖开最不堪的自己给我看，生怕我后悔。可是季晨，只要是你，我怎么会后悔？我吸了吸鼻子，突然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，季晨，当时你是不是很疼？什么？他愣了瞬，继而眸光闪烁了下，早就忘了。想起什么？他放开我，独自挂好气球后，季川就在来的路上了，应该很快就到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他没敢再看我一眼，步履匆匆就要离去。你回来还没明白吗？我根本不喜欢季川，自始至终我只喜欢过你。季晨推门的动作一顿，脑海中像是瞬间炸开烟花，可下一瞬，他常年不笑的冰山脸上生硬的挤出一抹笑容。有你这句话，这就足够了。婉婉，对你而言，小川才是你最好的良配。他颜值高，出身清华，重要的是他身体比我健康。还有他打球也好，重要的是他也喜欢你。他绞尽脑汁想着别人的优点，却自始至终没有提过自己的半个。我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婉婉，我走了，等你们新婚，我会送来礼物。季晨眼睫颤了颤，丢下这句话彻底推开了门。我急了，哭着冲他的背影大喊，可那都不是我喜欢的。季晨，你个胆小鬼，敢不敢和我试试？乱七八糟的发完脾气后，我绝望的缩成一团，抱着自己痛哭，面前突然多了双皮鞋。你果真不后悔？看着失而不得的季晨，我慌忙点头，谁后悔？谁是王八蛋？话音未落，他就又急又凶地吻了上来，密密麻麻的吻如咒语狂作，夹杂着这些年对我的思念和隐忍。他嗓音暗哑低沉道，乖，我不会再给你后悔的机会。